总统先生，我很荣幸能成为您的内阁成员，并向您和您的团队汇报我们与伊朗的谈判情况。总统先生，您曾指示贾里德和我在实施怒火行动之前，寻求与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然而，在与伊朗谈判团队的这些会议中，我们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无法达成一项能实现您以下目标的协议，即完全不进行浓缩，完全没有武器化的可能，以及拆除您在午夜铁锤行动中摧毁的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设施，不储存任何核材料，而他们公然违反了这一点。他们也不同意将所有浓缩材料交给我们，并削减伊朗的导弹库存和这些导弹的射程能力。在我们与伊朗人的会谈中，我们听到了以下几点：伊朗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浓缩铀权利。接着我们听说他们拥有足够的60%浓缩材料，460公斤可以制造11枚原子弹。最后我们听到了以下声明：他们不会在外交上放弃我们在军事上无法赢得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再次误判了午夜铁锤行动的成功，那是一次彻底的成功。先生，这些是无可辩驳的迹象。在众多其他迹象之中，他们的政权没有授权他们的谈判团队达成您所要求的协议。在所有这些谈判中，我们与您以及您的外交政策团队的所有其他成员苏西·怀尔斯、皮特·赫格塞斯、主席马可·卢比奥、万斯、斯科特·佩森特、克里斯赖特、约翰·拉特克利夫进行了磋商，但我们提出的所有要求都一再遭到拒绝。我毫不怀疑，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指示，为和平解决问题竭尽了所有努力。贾里德和我都同意，伊朗人只是在拖延时间，直到一位较弱的总统上任。这是一个有缺陷的策略，因为您明确的指示是绝不允许伊朗在今天或未来的任何时候获得核武器。在此背景下，以及我们在实施怒火行动中取得的令人信服的军事成功，我们与来自该地区和其他希望在和平结束这场冲突中发挥作用的各方进行了多次接触。我今天可以向您汇报，我们已经与您的外交政策团队一起提出了一份15点行动清单，作为和平协议的框架。这份清单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政府传递。巴基斯坦政府正在担任调解人，这在会谈中产生了强烈而积极的信息，正如您刚才向媒体透露的那样，但这些是敏感的外交讨论。您亦指示我们对具体条款保密，不要像其他人那样通过新闻媒体进行谈判。我可以说的是，我们将拭目以待，事态发展，看看我们是否能说服伊朗。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转折点。除了更多的死亡和破坏之外，没有其他好的选择。我们有强烈的迹象表明这是一种可能性。如果达成协议，这将对伊朗这个国家、对整个地区以及全世界都大有裨益。您的以实力求和平政策是这里外交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工具，就像这项政策在您执政第1年解决的每一个其他冲突中都是有效的工具一样。在您周6发出强大威胁之后，伊朗正在寻找一个退路。您表示愿意听取和平建议的表态受到了好评。您已指示我们，您的偏好始终是和平。我们应该将此作为我们的优先事项。先生，我们已经传达了这一信息，以及和平的15点建议。最后，我们告诉伊朗最后一件事：不要再误判了。很好，很好，非常感谢。总统先生，您会去把浓缩铀取出来吗？您要如何确保伊朗
我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这是个啥问题啊？我会去取吗？哦，是的，我要去。我们明天3点去。你怎么可能问出这样的问题，还指望我回答呢？我不知道，真不知道。我觉得你也是个友善的人，但这确实是个荒谬的问题。谢谢您，总统先生。有报道称，美国可能正在考虑将一些原本用于乌克兰的弹药和防空系统转移到中东，这是否属实？您是否正在考虑这样做？我得问问皮特，但我们经常这样做。你知道，我们有大量的弹药，我们在其他国家也有，比如在德国和整个欧洲，我们都有。你知道，我们储备充足，有时我们会从一个地方调拨到另一个地方使用。我们帮助了乌克兰，是拜登开始的，他送出了3500亿美元，太多了，实在太多了。我们现在把它卖给北约，他们可能大部分会给乌克兰，我想他们会给乌克兰，但是我们给出去的一切都得到了报酬。我们不再白送任何东西了，那是个艰难的局面，整个乌克兰的局面非常非常艰难。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解决那个问题，它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几乎没有。事实上，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我是说，我们为那场不幸的战争出售了很多设备。上个月有25000人死亡，25000人大部分是士兵，有些在城镇里，但绝大部分是士兵，他们正在死去。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可怕的局面，希望它能得到解决。你知道，我解决了8场战争，其中许多我认为比这场更困难。理论上他们会更困难，但是普京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之间存在巨大的仇恨，我以前见过，但我可能从未见过达到这种程度的。我认为这正在稍微平息，而且我认为我们有机会完成它。但是它不影响我们，远在千里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听到德国领导人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他说的是伊朗，我说乌克兰也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提供了帮助，但乌克兰不是我们的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声明，但是他说了，他无法抹去它，但他就是那样认为的。我说你知道乌克兰不是我们的战争，但是它确实不是。但我希望看到所有那些年轻人停止被杀害。我的意思是，他们正在被杀害，就像一个屠宰场，那里发生的事情太可怕。上个月是25000人，2个月前1个月内有31000人死亡，马可对吧？我看了看，我说这太疯狂了，情况正在恶化。想想看，2个月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有31000名士兵死亡，上个月是25000人。如果我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将是莫大的荣幸。我希望它能更快解决。你们知道，我1天之内就解决了其他问题，那些问题已经持续了32年。我们阻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冲突，它已经开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总理，一位非常优秀的绅士，他说，川普总统解决了一个可能导致1000万生命逝去的问题，那会造成大量生命损失，是2个核国家。那些问题很复杂，但我们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很遗憾。坦白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想阻止死亡的发生。我想我该找一位我一直很想念的人了，布莱恩。我很久没见到你了，我很想你。他一直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他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布莱恩，请继续。总统先生，鉴于现在有一些谈判，在采取行动之前，您有新的最后期限吗？不，我会宣布。我的意思是，现在吗？你是在说一个进行更大攻击的最后期限吗？甚至比我们已经进行的攻击更大的吗？我们走着瞧吧。听着，我们正在和伊朗进行非常实质性的谈判，和对的人在谈。你知道我跟你说过一个礼物，对吧？史蒂夫，我可以透露这个礼物吗？先生，您想做什么都可以。他们说，为了向你们证明我们是真实可靠的，我们就在那里。我们会让你们得到8艘游船，8艘大型游船。这是2天前的事。他们当时说，
明天他们就会起航。那已经是3天前的事了。我当时没怎么在意，然后我看了新闻，他们说一位非常好的主播，实际上是福克斯新闻的，我看了，他说有些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有8艘船正沿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间航行，8艘大型油轮满载石油径直穿过。然后我说我想他们是对的，他们是真实的，而且我想他们是悬挂巴基斯坦国旗的。是的。然后我说我想我们是在和对的人打交道。实际上他们后来为他们说过的一些话道了歉，然后他们说我们会再送2艘船，结果最终是10艘船，明白吗？我希望我没有搞砸你们的谈判，但我认为说出来是合适的，因为前几天我确实逗你们说他们会给我们一份礼物。伊朗应该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吗？他们正在向一些船只收取通行费。他们应该这么做吗？我认为他们不应该能这么做，但他们确实在这样做，一点点我不知道。你看他们的能力比2周前差了很多。坦白说，伊朗每周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弱。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们正在恳求达成协议，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们也许会达成协议。所以你们设定了一个5天的期限，考虑到油轮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否是调整那个5天期限的条件呢？我们希望听着，我们不希望任何事情受到阻碍，我们希望船只能够通行。顺便说一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布设了任何水雷，因为我们炸毁了他们所有的布雷船，对吧？我们炸毁了他们每一艘，他们可能得用滑艇之类的东西把水雷运出去。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把水雷运到那里，但我们确实不知道。你或许可以谈谈这个，我们不知道，可能那里确实有一些水雷，但这可不是小数目。你知道，如果你有一艘价值10亿美元的船被水雷击中，那可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如果你认为这方面的问题是这不像你摧毁了一支军队，如果你认为那里可能有水雷，那是个糟糕的想法，它会阻碍事情的进展。皮特，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总统先生，您说的对，我们已经严重削弱了他们的沿海防御能力和海军能力，以至于任何进行那种战略性行动的尝试都极其有限，而且我们还在持续压制他们。现在伊朗是否会做出明智的选择，不尝试执行布雷的行动，这将是这项协议如何达成的一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他们施加的军事压力正在削弱他们真正通过军事手段来维持这种局势的能力。我的意思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已经把他们的军事力量摧毁，没有空军，没有海军，剩下的火箭也所剩无几。我们炸毁了那么多，他们很难再制造。无人机也是一样，他们的领导层已经不在了。海峡的问题就是这样。假设我们做得非常好，我们说我们搞定了99%，但1%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1%就意味着一枚导弹击中了一艘价值10亿美元的船，对吧？所以1%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能，如果我们只摧毁了99%，那也是不行的。总统先生，你们现在离全面行动还有多远？所以这真的，你知道还有一点点，但我感觉很快就能清理干净。我只能这么说，他们想达成协议，我可能损害了我们的小谈判，这可能会让他们有点理由说，我真希望你没说那话。但是他们昨天说我们没有和他们谈判，现在他们承认我们确实在和他们谈判，所以他们想达成一笔交易。他们想达成交易的原因是他们已经被打得稀巴烂了。那这是否意味着你们要控制伊朗的石油？这是一个选项，我不会去说它，但它确实是一个选项。在委内瑞拉，我们和委内瑞拉的合作非常顺利，确实如此，我们已经赚取了数十亿美元。顺便说一句，委内瑞拉现在的发展比他们国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这有点像一个合资企业，但是美国赚了很多钱，马可，对吧？你想谈谈这个吗？好的，我认为委内瑞拉在今年头2个月从石油销售中获得的收入比去年大部分时间加起来的还要多，但这笔钱不再被盗用了，它被存放在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冻结账户里。而且如果这笔钱流向委内瑞拉政府，它将帮助人民，比如资助医院、支付教师工资，它不再被盗用。我们也得到了很多，他们得到的比过去很多年都多。想想看，我们得到了很多，我们有协议，我们得到了很多，我们有1亿桶。想想看，
头2周我们就收了1亿桶，1亿桶，那是很多的石油，很多的船只。我们得到了一些，他们也得到了一些，我们支付了船只的费用，还剩下很多钱。委内瑞拉现在做的更多，与我们的关系更好了，你可以称之为伙伴，随便你怎么称呼。我们赚了很多钱，他们也赚了很多钱。我们已经多次补偿了那次军事打击的成本，而且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和委内瑞拉的关系一直很棒。人民，实际上我是民调最高的人。换句话说，卸任总统后，我想我可能会去委内瑞拉竞选总统，与埃尔西竞争。我可能会与埃尔西竞争。这是一个选择。他们在委内瑞拉喜欢我，但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是的。总统先生，有报道称海湾盟友担心过早结束战争可能会让伊朗，他们可能希望我们留下，但是如果我们不留下的话，听着，时速2000英里的飞机有个很棒的特点，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回到那里。如果我们不留下，我们也会保护他们。我们知道，你知道他们一直表现得很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特别是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3个国家，科威特、巴林，他们一直100%的支持我们。说句公道话，你知道他们本可以走另一条路的，他们出乎意料的遭到了导弹袭击，他们被伊朗攻击了，没人想过他们会成为攻击目标。曾有1400枚导弹瞄准阿联酋，幸运的是，他们拥有历史上最强大的反导弹武器，叫做爱国者，几乎每一枚导弹都被击落了。你知道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有101枚导弹射向我们拥有的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101枚导弹以每小时2000英里的速度飞来，在这101枚导弹中，每一枚都在空中被击落，然后坠入大海。这是令人惊叹的技术，没有人拥有我们这样的装备。在伊朗仍然拥有那些浓缩铀的时候，难道不可能提前发现吗？这有可能发现吗？你们得等着瞧。但是你知道的，我想我们现在状态非常好，我们正在自由巡航。你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你们知道自由巡航这个词吗？我们正驾驶着你们见过最漂亮的飞机，在他们的领空自由巡航。他们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如果像假新闻《纽约时报》那样写的那么假，还有《华尔街日报》也太糟糕了，太糟糕了。我是说，我今天读到一篇文章，说我急于达成协议，我没有。如果我真的急了，他会第一个知道的。皮特，我们赶紧离开那里。不，我一点也不急。我不在乎，我不想。事实上，我们还有其他目标，想在离开前去打击。我们每天都在打击他们。不，我不能谈论具体细节。很多人说那不重要，也许它确实重要，谁知道呢？但我不会说。这就像这位年轻女士问的问题，抱歉，我让她难堪了。我不想让你难堪，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位友好的记者，所以我很抱歉。但是你知道，我不能说我们要做什么。因为如果我说了，我就不会在这里做很久了。他们可能会，那叫什么来着？第25修正案，是吧？他们会启动第25修正案，而他们对拜登却没有这样做，真令人惊讶。这真是令人震惊。请问美国是否觉得海湾足够安全，可以离开这个地区？因为史蒂夫说他们有足够的铀可以制造11枚核弹，那非常可怕。再次声明，我不能和你讲那个。你实际上是在问我是否会介入并采取行动。我不能和你讲。总统先生，您正在组建一个联盟来提供帮助，军舰联盟来保护油轮。您离组建好这个联盟还有多远？好的，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联盟，但他们早就应该在这里了。而且你知道的，他们也受到了影响。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不需要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需要它，我们根本不需要它，我们有那么多的石油。我们的国家没有受到这个影响，我们有更多，我们的石油储量是沙特阿拉伯或俄罗斯的2倍，很快就会是3倍。克里斯，你想就此说几句吗？的确如此，我们的石油总产量超过了沙特和俄罗斯的总和，也超过了美国国内的消耗量，所以我们是最大的。是啊，差不多是最高了。你知道他们管这叫啥？钻吧，宝贝，钻吧。是的，先生。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天然气也是一样，在您的第一个任期之前，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今天我们无疑是最大的，我的意思是我们曾经是最大的进口国，现在我们无疑是最大的出口国，而且今年增长非常迅速，新的设施正在上线，产量正在提升，所以我们做得非常出色，我们得到了那边那位先生的很多帮助。他把审批工作做得很快，而且非常环保。他实际上是一位环保主义者，他做得非常棒，他能很快地给你批准和驳回。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好的，回到委内瑞拉的话题，克里斯和我都曾有机会去那里。我真的觉得他们会为川普总统立一座雕像。这不是一个政治声明，这是真实的情况。我希望如此。那将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不，因为他们把川普总统看作是西蒙·玻利瓦尔，他是一个国家的解放者，而这个国家的人民你知道的，他们热爱美国棒球。你在街上会看到他们穿着 NBA 球衣，还有德尔西和他的团队，和我们一起努力让一切恢复正常。克里斯和我都亲身经历过，这是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次允许自由媒体进入他们的相当于我们的白宫，也就是米拉弗洛雷斯宫。那感觉对于那些20年来从未有机会进入那里的人来说，那是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所以无论是还有生产方面，生产正在显现成果。那些正在回来的美国公司，其中大多数都有许多美籍委内瑞拉裔的团队成员。休斯顿有一家公司有600名委内瑞拉裔美国人，他们更了解如何振兴那个行业，所以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当时也许只有以前的1/4了。他们想恢复过来，他们记得以前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石油产量正在朝着增长50%的方向攀升。仅仅在我们来到这里的这3个月里，那会流向美国湾沿岸的美国炼油厂，从而降低美国汽油的价格。所以这是一个……别管那个了，他们什么时候会建雕像？是的，去你的！谢谢您非常坦诚地表达了对基尔斯塔莫爵士的失望，尤其是在伊朗问题上，所以我很好奇您和他通电话的情况以及通话是否顺利。另外，您是否对他的软弱感到惊讶？斯塔莫吗？是的，你对他的软弱感到惊讶吗？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我确实这么觉得。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但我觉得他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儿。他不想帮助我们，也许特别是那个国家。你知道我们有着最长久的纽带，最长久的盟友关系。澳大利亚也是，澳大利亚表现得不怎么样，我对澳大利亚有点惊讶。除了中东的5个国家，我不会说有谁表现得很好。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多少支持。你知道我们花费数万亿美元支持其他国家，而我们需要的支持只是小打小闹，这不是什么风险大的买卖。对我们来说，这就像是小联盟的比赛，这很容易，这就是听着，我们在1周内就击溃了他们。第1周一切就结束了，头几天一切就结束了。我觉得他们的海军，我们花了3天时间就基本歼灭了，而他们不在场。所以如果真有大事发生，我希望没有。但如果真有大事发生，我不认为他们会在场，那是不公平的。而且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记住这一点，因为我们花费数万亿美元保护欧洲，保护北约国家，他们甚至没有在小事上支持我们，这只是小事，你知道吗？委内瑞拉是个大问题，但它不是最大的那个。北约不在场，所以你觉得如果我们需要他们做些什么，他们会在场吗？还有，你们的总理当时也不在场，你们也知道的。我们赢了之后，他才出现。他说，我们想派一些船过来。我说，我们已经赢了，我们不再需要他们了。你能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不愿帮忙吗？他为什么不愿意在伊朗问题上帮忙？他没必要那样做，我没要求他，我只是说，直接告诉我不愿意。我的意思是，我们总是会在那里，至少我们曾经是。说实话，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了。我必须说实话，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总是在那里，我们总是会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我的意思是，想想看，我们在那里保护欧洲免受俄罗斯的侵害，理论上这不影响我们，我们有一片海洋，一片巨大、宽阔、美丽的海洋。但我们在那里保护北约，保护他们免受俄罗斯的侵害，但他们却不在那里保护我们，这太荒谬了。这说不通，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是北约的忠实支持者，我从来都不是。我还可以，我让他们支付5%。顺便说一句，他们还没付呢，你知道的。你知道我让他们从2%提高到5%。
他们还没付呢，我让他们支付到2%，因为他们之前连2%都没付，然后我让他们支付5%，这才是他们应该达到的。我们听到很多人说，哦，那太棒了，太棒了，哦，只有川普能做到。但问题是，他们还没付钱，因为如果你看数据，他们还没付呢，所以我们为他们着想，但他们却没有为我们着想。我们需要他们吗？不需要。我从没觉得我们需要他们。我更多的是在做一次测试。我说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能过来，带上你们的船，你们可以航行穿过美丽的霍尔木兹海峡，保护那些被攻击的人。他们没那么做，而那只是小事一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的，我明白。我只想问，这会影响在4月进行的英国国王来访吗？你期待这次访问吗？不会，不会，他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位很棒的绅士。如你所知，他给了我和我们国家荣誉，他真的给了我们国家荣誉。但是，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查尔斯王子；现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查尔斯国王。我为他感到骄傲。他正在打一场艰难的仗，他很坚强。我想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和那没有关系，这是不同的。但是，而且我们将会，他很快就会来这里，如你所知，我们将会举行一场国宴，那将会很棒。但是当首相说，我做不到的时候，我非常失望。这始于那个岛屿，那个原住民要从你们国家手中夺走的岛屿。而出于某种原因，你们竟然接受了。就在突然之间，那些从未见过那个地方的原住民，他们从未见过那个岛屿，他们要那个岛。斯塔默害怕我们会对他做些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左派，他们就是那样想的。而且，当我们想用那个岛来降落那架漂亮的 B-2轰炸机时，我们被告知不能用。我们不得不飞回密苏里州，那可是17个小时的飞行，而不是几个小时。我说，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吧？这可不好，他们犯了一个大错。总统先生，伊朗的周5最后期限现在推迟了吗？如果没推迟的话，我还不知道。维特科夫先生、万斯和贾里德会告诉我，他们觉得进展如何。如果进展不顺利，也许就不会。而且，我们还有很多时间，你知道吗？这只是一天，在川普时间里，一天，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永恒。我们做得非常出色，我不得不做了一次小小的停留。我称之为一次短途旅行，我不得不在伊朗做了一次小小的停留。我们必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不然的话，我们的国家不会安全，世界也不会安全。我为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世界并没有回报，因为当我告诉北约，我们每年提供数十亿美元，多年来更是数万亿美元时，我说，你们介意过来帮我们一把吗？派一些人来。他们不想参与，我相信那会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非常感谢大家，谢谢。